这种策略真的让人难以抗拒，我也难免。毕竟账面上看来是天天赚钱，谁不想拥有这样的资金曲线？你不想吗？但是背后的风险是我们能够承担的吗？很早之前就有不少观众希望我能写一下这个具备诱惑力，但是很危险的策略。我个人其实很早就写好了，只是没有分享出来。其实就是马丁加网格。等我待会儿把它的细节讲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种类型的策略这么多年了还经久不衰，让人趋之若鹜。大家如果不理解什么是马丁或者网格的话，那么只需要知道一点就够了。网格就是分批买入，马丁就是背投加仓。组合的目的就是当交易遇到反向时，分批买入，摊平成本期待早日解套。美其名曰交易的方向不重要，资金最重要。对了，大家在使用这个 EA 的时候请注意只有当你能够承担相应的风险的时候，你再使用风险自负里面风险比较大。如果你是加了马丁的话，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策略细节。这个策略只是用到了一个指标，就是这个 Stochastic 这个 RSI 指标，随机相对强弱指标。它是 RSI 的一个变种你可以理解为它是 RSI 上面又套了一层 RSI。它的使用方法和传统的这个 RSI 类似就是超买的话，也就是绿色区域的话，我们就是做空；如果是超卖的话，也就是红色区域，我们就是做多。所以我在后面说这个 RSI 的时候都是代指的 Stochastic RSI， 它就是我们的进场信号。网格呢就是我们的加仓的一种操作，而马丁呢就是我们的资金管理。好，大家知道这些就够了接下来我先来演示一下，如果这个策略我们是使用等比网格的话，等比网格这里就传入1，然后不使用马丁的情况下，这里也就是传入1。在等比网格和不使用马丁的情况下，我们是怎么做交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随着这个 RSI 下穿越我们的超买区域，这笔空单的这个触发条件就达成了，我们就做了一笔空单。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第一层网格因为我们这里设置的是20个点的网格距离，所以的话，它第一层应该是在就是20个点，就是这个位置。如果行情反向的话，就会触发我们第一层网格。看一下触发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是使用的等比网格的递增系数所以的话，它就是每一层都是间隔20个点。然后又因为我们是没有使用马丁也就是我们的手数的递增系数的话是1，也就是等比。第一次我们下的是0.04手，第二次、第三次都是0.04手，就是没有去增加这个手数，只是增加了我们这个持仓的一个份额。大家看这里每一次下单的话，这个 EA 都会给我们加一个注释看一下行情是一直没有下来一直在反向的向上运行。然后我们这里是什么时候会出场呢？大家看左上角，就这里有个止盈点数是20个点，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仓位不是单指某一个具体的仓位，是所有的仓位加在一起，总共盈利20个点的话，我们就会全体仓位都进行出场。因为我们这里是没有加这个止损点数的，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如果反向的话，它就会一直下这个网格，直到我们盈利的话才会进行出场。我们看一下，好，最终是来到这里的话，我们是盈利，应该是盈利20个点的获利，然后它就进行了出场。我们继续看一下，如果单次的话，它第一笔也就是初始买仓的话，就已经获利20个点的话，那么就没有后续的网格的这个操作了。这一笔行情的话，我们的网格下的就比较多这是来到了已经加仓加了第11次了因为我们是等比网格的话，所以加的次数就比较多，并且因为我们也是没有递增我们的手数，所以我们解套的时间的话就会稍微漫长一些。最终是来到这个位置，然后全体仓位都进行了个平仓，然后盈利32个点。好，这就是我们这个不使用马丁，然后也等比网格的情况下，它是这样操作的。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改一下，如果我们使用递增网格，并且我们还使用马丁，也就是每一次下单手数都是前一次的1.2倍，也就是前一次我们下单是0.04手的话，下一次的话就是0.04的1.2，那么下一次就要下这个0.048手，但是大多数券商是不允许下小数点后面3位的，所以我们就是进一位下0.05手。好，我们在盘面上具体看一下，好，还是空单这个位置，
第一层网格的话，那么不出意外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20，然后第二层的话，因为我们加了2倍的递增系数，应该是到40。我们看一下，这应该是40个点的距离。下一个的话，应该就是80个点，再下一层网格应该就是160个点了。基本上来说，它比这个等比网格啊，它会下单的次数要少一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吧。然后因为我们这里也加了马丁啊，也就是每一次手术都会递增。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一次是买0.04，第二次是0.05，第三0.06，依次递增，也就是不止我们这个网格的间距啊会递增，而且我们的手术也会越来越递增。这种有那么一丁点好处，就是你解套会更快一点，因为你越到反向的距离越深的话，你下的手术啊也越来越大，手术越来越激进，那么稍微往上面回撤一点的话，我们这个总体啊就会达到一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很危险啊，很危险，因为很有可能会爆仓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EA 的其他参数啊，首先是EA 的 Magic Number，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唯一的编号，然后这种策略的话，时间周期我感觉应该不是太过于影响，我们这里就使用常规的1小时。然后初始手术0.04，然后我们加一点点马丁，也就是1.2，然后网格的距离每层的话，初始的话是20个点，然后我们的递增系数的话就用2，也就是依次是20、40、80、160，然后止盈的话我们就使用20个点，小止盈就可以了。止损的话，如果你使用0的话，那么你就是没有止损，没有止损的话，你很有可能会爆仓，也就是你不在交易订单上下止损，那么你就是在用整体账户作为一个止损。如果你想加止损的话，那么并且你还想使用到这个网格的这种功效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这个止损的点数你设置的大一点，因为你太小的话，那么网格还没发挥这个作用呢，它就已经出场了，那就达不到你的这个目的了。我这里先演示一下，如果没有止损的话，它的绩效。然后这个周期的话就使用常规的啊，超买就80、20，然后RSI用14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有2种方式啊，一种就是信号线刚进入超卖区域的时候我们就进场，还有一种就是我个人喜欢使用这个信号线离开超卖区域的时候我才进场，就这一个区别。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绩效啊，在这个棒瑞上啊，最近这12年的绩效，我这里没有一直选择到今天，是因为我这个棒瑞上这个数据不够了啊。我们看一下。怪不得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交易策略啊，这资金曲线都是笔直的直线啊。但是你要考虑这里的回撤是你能够承担的吗？你很有可能放在你的这个账户上你就已经爆仓了哦。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参数表现，交易总计是4000多笔，然后采收率还4.25，大多数这种策略其实采收率都比较低啊，因为它的回撤一般来说都挺大的。但是这个其实还好，20%多，最高的话是25%。相对的话，也就是蓝色的这条线的回撤的话，它是2%，然后绿色的这条线的话，也就是最大的话是20%，可以看成是25.52%。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给它加上这个止损点数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肯定不会是直线了。大家注意啊，还是我刚才讲的，你这个止损点数最好加大一点，不然的话发挥不了这个网格的作用。我们开始。不出意外哈，加上止损之后，一下子这个就逊色了好多啊。然后交易笔数有所提升啊，因为有止损之后，肯定有一些单子是过早的离场啊，所以增加了这个交易机会，来到了5900。神奇的是，这个采收率还不错，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低啊，还是4.66。然后回撤的话，是从刚才的20%降到了10%，还可以啊，还行。好，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在使用的时候，请一定要记住啊，慎用马丁啊，慎用马丁。总之，风险自负。好，谢谢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